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那距离收到小米 Book Pro 14这台万元的米本呢，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有在使用，算是比较符合这类超轻本的典型用户画像。作为小米时隔多年呢推出的顶配1万元的高端超轻本，话题度很高。最有意思的是，就网上两边喷它的人逻辑其实完全相反的。一边呢是性价比用户，一边是极致副歌啊，你用就给我拉满，别管我用不用。一边是觉得这个小米根本不配做高端本，笔电男大们就狂喷啊，这个独显都没有，居然敢卖1万块钱，小米这个品牌也配？实话实说呢，互联网厂下场做笔记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12 Xe 3 Core 的 Arc B390呢，搭配9600的内存其实性能基本和中端的3050差不多了，加上今年的存储价格暴涨，这种1公斤出头的高端超轻本友商基本都是15000左右的价格，米本其实真不算贵。另一边呢就已经默认它是超高端的旗舰本，然后就是拿2万块的行业顶级标准去要求它，觉得小米不少地方不应该为了成本妥协，应该做工都拉满。比如说同类的高频占比的这个小端格斗笔记本常见这个屏线歪路的问题，他就觉得小米应该要解决。说实话，我要不是看到评论，我都没注意到这东西。当然呢，由于英特尔出货量的问题，小米这个笔记本特别是顶配版常年是处于缺货预定的状态。它有让我很喜欢的地方，也有让我一些忍不住想吐槽的点。那既然这个笔记本的关注度还是很高，那这期视频呢，我就再和大家聊聊我的真实使用体验。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轻薄本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错，最重要的就是轻。作为一台公斤本呢，小米 Book Pro 14不到1.1公斤的重量是足够轻的，单手拿着是很轻松的。平时出差旅行呢，基本只需要带着它自带的氮化镓的充电器，其充电器都省了。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镁铝合金看起来像塑料，高级不起来。但是像 MacBook 那样用全铝合金的话米本就做不了这么轻了。目前想要轻薄主体肯定是镁铝合金米本已经算是里面外观处理的比较简约耐看了，所以说只能期待小米在下一代的外壳工艺上再下些功夫。然后就是日常感知最强的外围配置，屏幕、键盘、触控板。小米笔记本的屏幕本身其实很出色，3:2的 3.1K 的120赫兹258 ppi OLED 的触摸屏全屏亮度超过了500尼特 ，HDR 的超广亮度超过了1600尼特，规格是没什么可挑的部分模式的色彩问题也在 OTA 逐步修复。大家诟病最多的还是它没有 AR 镀膜抗反射太差劲了。其实照镜子的体验在深色模式下还好真正麻烦的时候还是在室内办公的时候如果说工位背后有灯的话，就比较难顶屏幕会反倒一大片只能去调整屏幕角度了。但这样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就为了散热，这台米本的底部垫的有点高。如果说你像这样我还外接了一个显示器的话，那笔记本的屏幕会刚好高出显示器一点，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将屏幕开合角度调大一点，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反到背后的灯。所以说目前最现实的解决方案呢，其实还是贴 AR 膜毕竟触控屏做 AR 镀膜本身就容易磨损，那既要又要的话，就感觉后贴膜是最优解。但问题在于呢，小米既然既不送也不官方售卖导致大家只能买第三方的膜，而笔记本 AR 膜呢本身就难贴。小米其实完全可以利用小米之家的线下优势，那顺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给 AR 膜拆成 DLC 卖点收入也无可厚非。那希望小米后续能推进相关的落地吧。至于触控呢，有人觉得这个屏幕都不是360度旋转的，那搞个触摸屏是不是没有啥必要虽然说我自己对触摸屏不是很感冒，但有的时候呢还是会不自觉的去摸着屏幕滑动文档有总比没有要好，那也还行。键盘方面呢，虽然说我觉得这个压青色键盘 Vivo To 熊猫配色没啥问题，但是不少人觉得键盘颜色必须和四面保持一致，那都吹 MacBook 高端优雅，我咋没见过这么多人去喷 MacBook Air Pro 用黑键盘太丑了呢？键盘配色是真的没啥好说的，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审美。对我来说呢，主要还是这类类肤涂层摸得滑滑的有点不太习惯。触控板方面呢，小米则是贯彻了大即时正义，从键盘一直延伸到机器底部，标配全域无感按压爽就一个字，很好保持住。
但是槽点也有啊，就是用着感觉阻力不够，和键盘一样滑滑的。当然，最大的槽点还是 Windows 本身的手势逻辑，那抄个 MacBook 的3指操作就这么难吗？影响最大的外围配置说完了，下面就是性能方面了。我主要是拿来办公的，基本没有玩过游戏，所以说一堆性能跑分，其实做完评测之后呢，我就完全不 care 了啊。游戏性能大家看了这么多的 Panther Lake 的评测呢，应该也都门清了。我就不重复说大家说过很多遍的东西了啊，反正即使是 3.1K 分辨率，单机游戏调低点画质也是能玩的。如果说出差大游戏还是不错的啊，反正这个英特尔 Ultra X7 358H 的核显是真的挺强的，完全颠覆了大家前几年对核显机就是学习机的刻板印象。但是性能拉满了，这个副差的噪音自然也不会小啊，50瓦的性能释放噪音是逃不掉的。平常办公无论是插电还是离电都几乎没有什么噪音的。我的使用场景大概就是室内的满亮度深色模式啊，主力 Word 和 Excel 啊 ，Chrome 看一些文字跟视频 ，QQ 加微信聊天，在后台常驻点 Spotify 放点音乐啊，典型的办公加浏览器加 IM 加音乐的组合。离电状态下，基本可以稳定的覆盖白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下班到点刚好没电，也不用去刻意去把屏幕亮度调低。所以说你和我一样，就是上网码字，那它的续航是完全能够覆盖你一整天的工作量的。那如果说你是996、007，就当我没说。聊完超级本最核心的部分呢，再来说一些细碎的小问题。但我能理解啊，就小米这个笔记本卖1万块钱，猛一看是不便宜的，但是这个产品对标的那可能都是在15000甚至更贵的。那小米要把价格控制下来呢，有些他们认为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到的地方，肯定会有所取舍。加上小米用户呢都喜欢又要价格便宜，又要硬件规格拉满，那肯定会有一些争议啊。有槽点咱就说，首先是扬声器啊，这个也是大家吐槽比较多一点之一。实际用它来说呢，这两个2瓦的和 MacBook Pro 的6扬声器啊，确实比不了啊，但是比下还是有余的啊，比大部分低端游戏本和轻薄本那种跑道型凑数喇叭要强的。不过呢，我大多数时候是带着无线耳机，也还好啊，对我影响不大啊。有更高追求的上小尾巴用有线耳机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是生物解锁啊，虽然说我觉得指纹加电源键2合1是完全够用的，但是毕竟凡是个轻薄本的评论区就有人为什么不去买 MacBook？ 哎，这不就完全对标了吗？但是没有 Windows Hello， 就缺少那种 Windows 平台独有的开盖无感解锁了。那少数 Win 本暴杀 MacBook 的方面啊，就被看了有些难受。再者就是 WiFi 方面了啊，大陆 WiFi 7既没有6G 也没有320兆赫兹，真的有这么多 WiFi 7的刚需吗？啊，我发起个投票吧啊！大家现在家里的路由器是 WiFi 几的 ？WiFi 6下的5G 160兆赫兹2×2的 MIMO 4096的 QAM， 那也能协商到2402兆。那就算换成了 BE200啊，无非就是到了2882兆，实际跑下来的速度大概在2到2.4G 之间啊，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更别提 BE200本身问题也不少啊，还不如砍一刀去降点价格。不过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小米自己推 WiFi 7路由器都好多年了啊，最便宜的 WiFi 7路由器 BE376只要150块，那还是有少部分用户有需求的，想要换成 MT7927或者说 QCNCM865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这个米本是板在的 AX21，那想换啥都换不了，这一下子一棒子给所有人都敲晕过去了。然后就是很多人吐槽的这个残血带宽只有18G 的 HDMI 2.1 TMDS， 那带宽和 HDMI 2.0是没有区别的啊，只是能支持到 4K 60赫兹8比特啊，能上满血肯定更好啊，没上肯定是为了省钱呗。轻薄本的 HDMI 口呢，本身就是为了临时去接设备用的，那固定工位办公肯定是一线通或者说是接 Hub 的。难不成我买了这个轻薄本的用户，在经常移动的时候呢，每次都要插一堆东西吗？啊，能给个 HDMI 就已经挺不错了，有2.1更好啊，没有也能接受。另外呢，这2个 C 口都是支持 DP 2.1的，在关闭 DSC 下，最高分别支持的 4K 120赫兹10比特和 4K 240赫兹10比特。那日常 C 口连接显示器笔记本是不会有任何的瓶颈的。我平时使用小米笔记本呢，是通过 C 口连接的雷蛇的 USB4 的 Hub， 再通过 Hub 上的 HDMI 连接小米的 G Pro 32U 显示器，能支持到 4K 144赫兹10比特的输出。反正我觉得对于轻薄办公是完全够用了。最后是这个 IoT 模块呢，让这台米本支持的远程开关机的
能力啊，好用是好用，但是它没有那么的全能。主要原因是它得单独去连接 2.4G 的 WiFi。如果说我们日常活动范围固定在公司、车、家等地方，那它没有任何的短板。但是如果经常移动到陌生场所，例如像咖啡店啊、酒店啊、拜访客户等等，那不好连 2.4G WiFi， 甚至没有 2.4G 连，那么通用性就没那么强了。远程开关机的功能主要还是限定在我们经常移动的固定场所。总结一下呢，如果说你想2万预算直接来个小米 Book Pro Max 14，那肯定什么 POLED、3雷电、4扬声器都给上了。但是现在做到1万的价位确实需要去取舍该省省该花花。小米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呢，在 CPU 和存储暴涨的情况下呢，把售价做到了更容易让更多人接受。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就造就这台小米 Book Pro 14身上的不少遗憾。那如果说小米能出一个小米 Book Pro Max 14，将这些遗憾全部补齐，那就好了。可惜没有如果。如果说你是奔着用一台超轻本，而不是来挑刺的，那么经过我1个月用下来的体验，可以告诉你，小米这次的高端是真的成了，它完全值这个价格，而且可能是今年英特尔 Panther Lake 的 CPU 最值得购买的笔记本之一。它那些槽点都有一些不痛不痒的地方，很难说是硬伤，因此上升到不值得买的地步。就哪怕争议最大的屏幕抗反的问题，其实也能通过后贴 AR 膜去解决。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小米后续能真的把官方 AR 膜和线下贴膜服务去落地，让大家能直接去小米之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就和小米刚出速7的时候一样的想做高端，又怕价格太贵，消费者接受不了。那在保留了核心配置时呢，就砍掉了一些不疼不痒的配置，把价格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看的位置。但是对于大部分愿意买顶配的用户嘛，其实用下来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加点小钱把一些功能补齐，他肯定是愿意的。哪怕1年用不到几次，还是总觉得缺了点有些难受。当然呢，小米 Book Pro 14在英特尔 Panther Lake 的 CPU 供货正常以后呢，如果说还是能持续这个缺货订购的情况呢，我觉得小米是不是可以后面胆子大一点，把顶配的配置拉满，价格贵一点至少我是愿意买单的。那我都买小米顶配了，但是还不是我可以用不到，但是你不能没有吗？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台小米 Book Pro 14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了点小点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源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新公众号“传哥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我淘店铺传送出码，可以超购。结果我们下见，拜拜。